Hello， 大家好，我是鲁兹，我是一个单板滑雪玩家。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雪季来临之前很常使用的一个训练工具 ——Training Board 训练板。不要再摇了。今天的影片分为4个段落。首先，我会针对设备做简介。接下来，我会分享给大家 Training Board 的6种用法，还有我个人认为的3个特点。那最后会有一段设备组装的介绍。那就让我们开始喽。这组训练工具是 Snowboard Edition 出的产品。Snowboard Edition 是一个教学单位，他们的网站或是 YouTube 有很多教学影片。大家在搜寻滑雪影片的时候，应该会蛮常看到的。它是由板身跟 binding 所组成。binding 跟一般滑雪 binding 的差异是，你可以直接光着脚或穿着袜子就可以套进去，非常的方便。尺寸的话是单一尺寸 one size， 从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穿。那如果脚太小的话，也可以穿着鞋子套进去。板身有2种，我手上的这一张叫做 Trump Board。顾名思义，它是在 trampoline， 也就是蹦床、弹跳床这种地方使用的。板子的特色是板底有一层泡棉软垫，不会去伤害到弹跳床的垫子，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带这种板去弹跳床的设施，跟他们说明的话，通常都是会让我们拿进去使用的。这个蓝色的 balance bar 平衡台，它是用来模拟雪场里面 park 的 box 以及 rail 2种设施。你可以穿着板跳上去，练习你的平衡感以及稳定度。无论是初次接触 park， 或者是进阶的玩家，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在进雪场之前，事先在安全的地方熟悉你想练的动作。刚刚提到还有另外一种板，这张板叫做 Drip Board， 它跟 Trump Board 最大的差异是，它的板底是光滑的。除了图案不同之外，上面还要打蜡。这个目的呢，是为了搭配它的 balance bar 平衡台使用，让你穿着板跳上去练习的时候，更贴近真实雪板的感觉。因为雪板在 box 跟 rail 上面其实是非常滑的。这2张板该选哪一张呢？主要是设计目的不一样，板底的差异会导致2者摩擦力的不同。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做选择。想专攻跳台空中动作练习，可以用 Trump Board； 想专攻 box 跟 rail 的招式练习，可以用 Drip Board。如果只能选一张的话 ，Trump Board 的通用性会比较高，毕竟它可以带进蹦床或是弹跳床。至于在 balance bar 平衡台上的练习 ，Trump Board 也是可以的，差别只是在于 Drip Board 更滑，所以它会更贴近雪板的感觉。跟大家分享6种用法。第1点，习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习惯双脚绑在板上的感觉。许多厉害的 snowboarder 其实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雪山上，他们1年之中有很多天都是穿着雪鞋跟雪板。如果是一般台湾上班族群，我想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让自己习惯双脚穿在板上的感觉很重要。我们可以每天花个几分钟时间，反正穿这个比穿雪鞋快多了，去感受当双脚被固定的时候要怎么移动，怎么控制你的板子，旋转、施压或是抓板，建立这个环境，让自己养成习惯，到雪场的时候就可以更快进入状况。第2点 ，Press and Jump。开始熟悉它之后，可以试试看一些 freestyle 的基础动作，例如 Press 对板头或板尾加压。熟悉 press 之后，也可以试试看 nollie 跟 ollie 这2种跳跃动作。跳跃的部分也可以试试看双脚同时起跳的 pop。第3点，转体。当习惯跳跃之后，可以开始练习转体。我们可以试试正转180，反转180，正转360，以及反转360。这些转体搭配前面提过的不同起跳方式 ，pop、ollie 跟 nollie， 会有更多组合变化。第4点，
公园设施，这是重点之一。以台湾上班族的滑雪天数来说，可能1年2-3次，每次3到5天，其实就已经很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进 park 的天数，比起外国人真的是很少。但透过训练板跟平衡台，我们可以在台湾模拟练习 bus 跟 rail 的感觉，试试看穿着板子，真的跳上道具的感觉是什么？在上面练习你想在雪场练习的动作，熟练之后进 park 会更有把握。第5点，空中意识。开始练习 park 的玩家有机会接触跳台，增强空中意识是指改善身体在空中的稳定度以及平衡度。这个必须要透过蹦床或是弹跳床的训练，试试看穿上训练板，在弹簧垫上稳定的跳跃，去感受双腿在空中收缩的感觉。试着练习每次跳跃都落在同一个位置。熟练之后，可以尝试转体动作、抓板动作。更进阶的还有转体的同时抓板。第6点，器材混搭。除了它原本的整套设定之外，你也可以单买 binding 或板身去搭配你原本的雪板或 binding， 组合非常的弹性。或者是直接用你原本的雪板跟雪鞋搭配蓝色的平衡台练习。我自己也有这样用过，只不过这样的缺点是，雪板的钢边还蛮容易对平衡台的塑胶刮伤。我个人认为训练板还有3个特点，第一个是，我觉得它的 binding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只要打开脚套进去就可以开始练习了，你不用穿好你的雪袜、雪鞋、binding 跟雪板，这个过程可能就会花掉你5到10分钟的时间。但现在你只要打开，你就可以开始练你想要练的动作，这是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方便。第2个特点是它的 balance bar，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块普通的塑胶，但其实它是有经过设计考量的。第一个是它非常的重，重量重的好处，比较不会因为你跳上去而轻易的滑动。再来，它底部的周遭其实是有做防滑的设计。所以你只要放一块瑜伽垫，它就不太可能去滑动。这一块的收纳空间其实也是设计的蛮好的。当你要用 rail 的时候，再拿出来放上去。你要放前面、中间或后面，看你的需求调整。再来第3个特点是它很轻又短，因为它跟雪板的重量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在上面做招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发挥这个特点。今天要练一个陌生的动作，我们可以做一个循序渐进的练习。例如说，我们要练正转180，我可以先不穿板练习转体的动作，接下来使用训练板，最后再把真的雪板拿出来。这个循序渐进的练习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习惯这件事情，增强肌肉记忆，所以我们可以发挥这个特点，用它来练习新招。接下来我们要来组合我们的 binding。第一件事情呢是不要装错方向，固定的地方它是在内侧，所以这是我的左脚，所以这是我的右脚。再来我们要调角度。我自己现在习惯的 freestyle 站姿是外八，左脚右脚都是12，每一个小格子它是3度，所以我要旋转4格，找到你的惯用的站距。锁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软垫放上去，这个是从后面往前面塞。最后一个步骤是有一个泡棉，可以让你的脚跟比较舒服。这个东西记得要放在后面。OK， 这样就完成了。接下来把你的脚放进去，调整你的脚趾处的长度 ，toe strap 固定的长度，还有 ankle strap 固定的长度。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长，
或太短，你可以调整这个地方，来去找到一个你比较舒服的适中的位置，扣上，就粘起来，就完成了。看我想练板的时候，再把脚套进去，把顶固定起来，我就可以开始练习了。好，那来做个 ending 了。我自己使用 Training Board 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也算是用它完成蛮多练习的。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帮我点个赞，分享这部影片，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想看哪些内容。那最后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鲁斯，我们下次见，拜拜。Training Cat 训练猫 ，Training Board 训练猫，Training Board 训练板。